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因为我想把它做得更像播客一点，可能没有那么的助眠，是引发大家思考，提供一些知识和能量的这样一种目的和意义吧。好，那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如何真正的接纳自己。接纳自己不是劝自己，因为表面的自我劝服，那不是一种治愈，反而是更大的压抑。就是我觉得我有错，但是我不能觉得我有错。如果我觉得我有错，那我就错了。所以我觉得接纳自己其实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路。有时我们只是暂时的接纳，情绪的崩溃总是反反复复。所以今天我总结了真正的接纳自己要面对的3大挑战，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觉得我一直不能做到很好的接纳的一个原因呢，是过度的反省。通常我们说到接纳吧，首先就是要做到承认自己。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看问题，而不是看自己。但是我们经常做的是看自己而忽略问题。比如说我身材不好，容貌焦虑，家境不好，脑子不聪明，不会左右逢源。那无法避免，这些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要正视它的存在，而不是逃避或者谴责自己。当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容易影响情绪的是，我们把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或者只是个体上的差异，上升到自我价值的评判。我们应该持有的正确的态度是，这些问题是存在的，它是我千千万万个方面中很小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我的全部，也并不影响我去获得幸福。如果我做错事了，我就去想办法改正就好啦。如果我某一方面有不足，那我就去调整，或者多多发挥自己擅长的部分就好了。而不是说自己骂自己，自我排斥，认为自己有很多地方都不好，认为前途一片黑暗。很多人给我私信或者留言都是说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觉得未来毫无光明。这些想法其实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不客观的。这就是我们经常犯的错。当我们承认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理智和客观。你可以试试反问自己，比如说，成绩不好就代表你不能进步了吗？这个人不喜欢你，你就得不到真爱了吗？那目前的工作不好，事业就是失败的吗？所以我觉得接纳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好好的面对挫折和失败，多用客观的视角去分析问题，而不是用主观的视角剖析自己。我们可以反省自己做错的地方，而不要用反省激化自我矛盾，产生不良情绪。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进步。这是我觉得是第一个难题，要纠正这个思维的方式。接下来呢是接纳自我的第2大挑战，这个我觉得真的也很关键，也很难。它的篇幅也是整个我想说的最长的吧，那就是敢于违背大多数。简单的说，就是当我们自己接纳自己的时候，而大多数人不能接纳我们，那我们还能坚持自我吗？
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存在于社会之中，而我们无法不去重视他人的评价，我们无法做到完全独立的自我评判。在这里我想先引入一个观点，就是真的自我接纳，是真的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的某一方面是好的，是正确的，是自己喜欢的，而不受他人或者社会大多数人的影响。比如说在很好理解的，在社会层面上，我们对于成功人士的理解，那大多数是要开什么样的车，月收入多少，或者有多大的房子，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我们心里都会有一个画面。但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挫折和失败，就不能接受这样的自己。即使我们短暂地接纳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当一种与你相悖的思想、思潮涌入的时候，我们又会冥冥之中受到他人或者大多数人评价体系的影响，而又无法接纳现实的自己。这也是我经常自我接纳失败的原因。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每个人都存在着两种价值评价过程。一种是人先天具有的有机体的评价过程，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那另一种呢，是价值的条件化过程。价值条件化建立在他人评价的基础上。当一个人的行为得到别人的好评，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人才会感到自尊。这其实与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也与社会文化有关吧。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不可避免的都会习惯看别人脸色行事，因为我们内心的思维经验就是，只有做了别人认为对的事，我才是有价值的，才是有用的，才可以获得爱。有时候我们可能注意不到，我们认为自己在按照自己的准则去做事，其实也是一种被内化了的他人准则。你可以想想自己有没有这种时候。而价值条件化比较严重的人，也比较容易被 PUA， 尤其是对自己喜欢的人，权威的人，比如说公司领导啊、父母。因为他们会认为得到这些人的认可十分的必要，甚至是以此来评判自我价值。所以这些人的言论啊、态度就成了内心信奉的行为准则，甚至会造成形成一个自我 PUA 的一个结果。那从这个观念呢，就引申出我想说的，自我接纳的困难的点，就是社会评价和小圈子评价，我认为是自我接纳受到的强大的威胁。小圈子是我认为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它不代表社会观点，也不代表真理，但是就是时刻的围绕着你，是你接触最多、最紧密、最亲近的人。他们的标准和评价非常容易动摇你自我的内心基准，从而你又失去了自我评价的能力，不能接纳现实的自己。比如我之前在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部门有几个人，我一进去就发现自己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比较喜欢聊买了什么品牌的包或者衣服，或者吃穿用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品牌，或者去哪个国家旅行。他们经常会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工作很辛苦，生活很辛苦，就要多多的补偿自己。所以这些消费方式就是体现成功的标准，甚至是爱自己的标准。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方面真的不是很了解，
吃穿用也不是很有讲究、很有研究的那种，所以我就会默默地觉得自己有问题，甚至是人生不够成功，也甚至是自己不够爱自己。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去恶补一些品牌，也开始去看名牌包，觉得那是证明自我的途径。可那个时候我并不开心，因为我不喜欢。但是呢，我还是会不自觉地去跟着做，因为这就是在这个小团体生存的准则。我们不得不为了迎合大多数去做出改变。而这种真的是正确的吗？或者说是真的是有利于自己的吗？不能说错，但是是不一定。这种小圈子也包括自己的家庭、朋友、恋人，任何的生活环境。我们都会受到很多外界的影响，我们会不断地将他人评价纳入自己的思维方式中，最终变成一个矛盾的个体。尤其是当我们习惯了一个小圈子之后，换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圈子，就会发现原来的准则不适用了，又要赶紧改变，重新接纳新的自己，就会消耗掉很多很多能量。当我们发现自己一段时间很累，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就是你在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事。当我们处于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时刻清醒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内心追寻的渴望，还是被他人裹挟的要求。保持清醒是不受外界打扰的关键，只有你坚定地相信自己，才不会左右摇摆。而坚定自己的最好的方式，我觉得就是去创造经验，其实就是体验。你体验的越多，经历阅历越丰富，就越能接纳自己，接纳世界。现在就算不能行万里路，至少还可以读万卷书。其实我觉得就是让自己跳出小圈子的束缚吧，看到更多面的可能，你才能意识到小圈子里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适合你的。就算你在某种环境中的失败或挫折，也不会动摇内心，也就更能坦然地接纳自己。所以说到小圈子这个重要的议题，我就想说还有一个是积极圈子的重要性。其实积极的就是你的家人、恋人、朋友等，就是他们当中有人可以给你无条件的爱，不论你如何选择都能理解你，不论你怎样都不会否定你的价值或离你而去。这对建立坚定的自我评价机制是非常有效的。我觉得如果你到了一个年纪是该谈恋爱了，那其实恋人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关系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你生活中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在选择恋人的时候，我们要更注重他能给你带来的是积极反馈还是消极反馈。那这里我们其实就是要辨别他是无条件的关注你，还是默默的给你建立各种评价。当然，拥有这一些好的家人、朋友、恋人的前提，首先我们也是要做好自己，让自己先去关心周围的朋友和恋人。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关于自我接纳的第3大挑战，也是我觉得第3关最难的一关，就是如何平衡欲望与现实的矛盾。因为我们总想去满足很多自己想要达成的事情，或者想成为的自己，其实有时就是一种偏执，所以让我们不能接纳自己。当然，接纳也不是说止步不前、破罐子破摔，而是一种心态上的平和，去面对得与失，去面对不完美的自己。
而欲望恰恰是让心底升起无限波澜的元凶。当我们学会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过去和不完美，但总是还会有新的问题去出现，去打破平衡。就像我觉得我想变得完美，我又想有学识，又想有姣好的面容，又想受人尊重，又想得到很多很多的爱。有些欲望还可能是相互冲突的，比如你想拼命打拼，但是就是会损害一部分健康。如果你想有很多很多朋友，那就要拿出时间和精力去维系呀，也需要迁就和提供帮助，你又不能去享受清静和自由。所以每个人都有得到的一面和失去的一面，而我们也总要学会接纳每一面的结果和每一种自己。而且满足欲望所带来的快感总是稍纵即逝的。当我得到满足的时候，我总是想要更多更多。比如我想竞争做第一，哪怕一次也好。可当我真的成为第一名的时候，快乐很短暂。接踵而至的是，下一次我还能不能是第一？我想永远是第一才好。当你工资3000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可以赚钱养活自己了，还可以买一些小东西自娱自乐，你对自己是满意的。当工资6000的时候，你会想对自己好一点，可以存钱买些名牌产品了，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可以增加去娱乐去嗨的次数，也开始考虑旅行。当你发现很多时候钱还是不够用的时候，就会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自己能力不行啊？是不是外貌不行啊？是不是性格不行？就开始变得内疚和疑惑，不能接纳一个这样无能的自己，甚至还会想，我怎样才能赚到更多的钱呢？来保证我的日常所需呢？那你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更努力的去工作。当你努力工资10000的时候，你会开始考虑积蓄与未来，买房买车。总是随着你能力的增加，欲望也在增加，并且欲望总是高于你现有的能力。所以你需要不停地接纳自己和接纳失败，这才是我觉得人最难做到接纳自己的地方。你再也不是那个只要养活自己，买些小玩意儿就能开心的孩子，你开始想要更多，你发现别人比你拥有更多，那你始终不能停下来。其实欲望本身是人生存的动力，这本是好的一面啊。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快，欲望的迭代也越来越快，让人们没有时间停下。真正能做到不计较结果与得失的人，还需要修行的吧。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入世的状态，不管怎样劝说自己，也还是要去生活，去打拼。那周旋在形形色色之中，我们能做到暂时的平和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要学着不要把幸福去等同于欲望的满足，因为欲望是无尽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安稳地享受胜利的果实。我们要学着把幸福去等同于体验和感受。就算我们需要竞争，也要学着享受成功，享受失败。很多人说要学着不看重结果，但是我一直做不到。直到我发现，想着去成功只会让你劳心又费力，就像在轮子里不停跑的小白鼠，也没有好好的感受幸福。那学会看重过程呢，就是看重体验。就像我们看电视剧，那结果再美好，那结局也只是在最后一集，并且意味着一段过程的完结。其实真正让我们回味的是整部剧的魅力啊。还有就是我觉得玩剧本杀就是更让我有这种感受。
太看重结果的人是不能享受其中的。整个过程都是汲汲营营，绞尽脑汁要怎么逃脱，要么去怎么争取结果，那你都没有跟着你的心走。不是说体验过程就是放任和佛系啊，而是我们真正的能沉浸其中，去感受追逐欲望的快乐。这样你会发现，不管成功和失败都是可以纪念和沉淀的，而且失败带来的打击也不会太大，因为我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也是有所得的，会抵消一部分失败的痛苦。我们要把快乐理解为去收集各种各样的体验，体验奋斗，体验拼搏，体验失落，也体验成功。我把接纳自己理解为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吧，可以让自己不太受情绪的困扰，而能更好的生活和学习，不断进步，就是目前我觉得最好的境界了。所以总结下来，我觉得接纳自己也是接纳命运，同样也是享受自己和享受生命，享受我们所拿到的剧本，享受我们所面临的难题，享受去挑战，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结果。仿佛我们自己是站在大气层，俯视着自己和自己命运的轨迹。你是主角，也是观众，你去书写，你也去回味。那最后让我们来看看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的人格健康的人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呢，是经验的开放性，对一切经验采取开放态度，个体毫无拘束地体验所有的情感和经验，他们不封闭自我。第二呢，是存在主义的生活方式，对生活有着清新感，生活与存在的每一瞬间。第三是信任自己的机体，健康的人格犹如一切资料都程序化了的计算机，并不徒劳地思虑所面临的每一件事，但他们考虑问题是全面的，并且能对行动的过程迅速做出决定。第四是富有自由感，机能健全的人是意志自由的人，他们的决定都是出自个人的意愿，而不是受外部强制或内部的压抑。他们能感受到生活的个人权利感，相信未来是自己决定的。那第五呢，就是高度的创造力。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珍惜目前所拥有的状态，去感恩一切，积极所得，信任自己，并且内心强大。好啦，今天的电台就到这里啦，很感谢你们听我唠叨，但是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也都还要说今天也很不错。晚安啦。